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你会怎么办？2月13号那天，我加完班已经快到凌晨，看着冷清的街道，我冲着停在街边的出租车招了招手。刚坐上车，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顷刻间豆大的雨滴就顺着车窗缓缓落下。我满身疲惫地倚靠在窗边，每天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感到一点点放松。然而就在我轻轻闭上眼准备打个盹的时候，手机传来的震动猛然把我惊醒。我看向了手机，屏幕上显示现在已经是2月14号0点，与时间同时显示在我眼前的还有一条未读短信。点开后发现是一个未知联系人发来的消息，我喜欢你。看着这条未知联系人发来的短信，我第一反应就是有人玩大冒险游戏输了，于是我只是敷衍地回复了2个字：谁呀？本以为只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我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殊不知就在我刚放下手机时，却再一次收到短信：你必须做我女朋友，否则我保证你绝对活不过明天。什么鬼？这人有病吧？我没好气地回复了他：神经病。之后对方便再也没有回过消息，我也不再理会。放下手机，重新闭上眼睛假寐。窗外的暴雨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听着雨滴噼里啪啦落在车窗上的声音，不知为何，我心中竟莫名其妙生出一股烦躁不安的感觉。就在此时，我的电话又响了，幸好这次不是短信，而是语音电话。看着屏幕上2个醒目的大字，我不敢耽搁，赶紧按下接听键。小欧吗？今晚就辛苦一下把方案做出来发到我邮箱。老板冰冷且不容拒绝的声音，瞬间让我觉得生活无望。可即便如此，我还是只能假笑着说一些违心的话。接着我拿过随身携带的背包，殊不知人一旦倒霉起来，就连喝水都会塞牙缝。平时从来电脑不离身的我，今天偏偏把笔记本电脑忘在了办公桌上。想起同事小张还在公司加班，我赶紧拨打了他的手机。下一秒看着出租车转进了那条熟悉的巷子，我的家就在这条巷子尽头。不知是否是因为下雨的缘故，今夜我总感觉分外孤独。打开朋友圈，除了有个别微商的广告以外，几乎被各种秀恩爱撒狗粮的情侣刷屏了。此刻再想到自己只收获了一个陌生人的恶作剧，更是喜提一次熬夜改方案的机会，是真够悲催的。没过一会儿我就到了家楼下，就在我刚进入楼道时，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整个楼道的灯也在瞬间暗了下来。我拿出手机照亮，一路走到电梯前，可任凭我怎么使劲按，电梯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不会是跳闸了吧？我心里1万只羊驼呼啸而过，没办法，我只能走楼梯了。爬到8楼，让很少运动的我腿都软了。看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楼道，我咽了口水，心中那股强烈的不安感再次涌上心头。不知为何，我总感觉在这片寂静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于是我不敢再过多停留，赶紧掏出家门钥匙。然而就在我刚把钥匙插进锁孔时，突然一双大手从身后紧紧捂住了我的嘴，霎时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想要大声呼救却叫不出声，感觉身体也被牢牢控制。就这样，我被拖进了黑暗的楼道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身后的男人一个闪身来到我面前，他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抹布，把我的嘴堵住，接着就想对我做些什么。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有生之年竟然还能遇到这种丧心病狂的变态。我用尽全力挣扎，妄想能摆脱魔爪，殊不知就在我死命挣扎时，脚下一个踉跄没站稳，于是我就这样重重地从楼梯上摔下，撞到了后脑勺。在失去最后一丝意识前，我看向了那个侵犯我的人，奈何漆黑的环境下，我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或许我的命运就是注定只能走到今天，心里涌过万般无奈与不甘，但也只能与这个美丽的世界说声再见。2月14号0点，我惊吓着醒来，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我喜欢你，似曾相识的情景。我按着太阳穴，头有点痛。这个噩梦让我冷汗直冒。天果然在下暴雨，随后又是老板的电话，我让同事顺路给我带笔记本，跟梦里的一模一样，只是我没有回复那条短信。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你会怎么办？2月14号0点，我惊吓着醒来，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我喜欢你，似曾相识的情景，瞬间只感觉后背发凉，汗毛直立。我下意识地看向窗外，外面的倾盆大雨似乎在向我证明着什么。然而还没等我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就接到了老板通知熬夜改方案的电话，然后就是我顺其自然地打电话给同事，让他下班顺便帮我带一下电脑。此时发生的一切竟然奇迹般和我的梦境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选择不回信息。对于这种变态，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予理会。或许是看出我脸色不对劲，出租车司机满脸关心地问我：小姑娘，你怎么了？是不是晕车啊？
司机师傅的一句话瞬间把我四处飘扬的思绪拉回了现实。我看向他，只不过一眼差点把我魂都吓没了。虽然我只能看到司机的背影，但总感觉这个身影竟然有几分熟悉的错觉。想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好在没过多久，车就停在了我所居住的单元楼下，直到看着出租车彻底消失小区里，我才稍微放下心来。与此同时，和梦境里一样，天空中突然一阵电闪雷鸣，接着楼道瞬间陷入了一片漆黑，电梯也在同一时间断电。有了上一次的经历，我很清楚自己马上就要遇到那个变态，于是我一刻也不敢耽误，直接一口气爬到了8楼。即使此刻我只感觉到腰酸腿疼，两眼直冒金星，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终于赶在变态对我下手前打开了家门。房门被打开的刹那，手机再次响起，原本以为是给我送电脑的同事到了，结果看到消息，我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窖。你不回信息就代表你不答应，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会杀了你哦。是那个变态。我下意识地进屋关门，可惜为时已晚，一只手死死抵住了门。那个男人就这样从门缝中挤了进来，一把捂住我的嘴，然后狠狠将我按在地板上。我用力咬住了他的手，唇齿之间开始泛出浓烈的血腥味。我能察觉到男人隐忍着痛苦，微微颤抖着。然而下一秒，他竟然把另一只手探进了我的裙底。内心的羞耻感让我用尽全身力气发起最后的反击。他似乎彻底失去了耐心，下一秒他停下了到处乱摸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意识开始变得模糊。在心跳停止的前一秒，我终于想明白了一个事，原来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根本不是梦，都是真的。果然，当我再次睁开双眼环顾四周，我非常确定自己此时正在一辆出租车上。车窗外的倾盆大雨，手机上那条熟悉的短信，一切都透露着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死亡循环。然而最令人绝望的是，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走出这场循环。看着单元楼内准时断电的楼道灯和电梯，我彻底不敢自己回家了。我看向了司机师傅，张了张嘴，从嘴里挤出一句话：师傅，您能送我上楼吗？我可以给您加钱。听闻此言，我看到出租车司机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的犹豫让我直接将他排除了嫌疑人名单。我有幽闭恐惧症，我再次诚恳地向司机师傅开口。这一次，他终于下车，跟着我走进了漆黑的楼道。在得知电梯无法正常运行后，师傅耐心地陪着我步行上了8楼。这次，我很安全地回到了家里，家里也断电了。我锁好门窗，拉上窗帘，坐在椅子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在家里顿时让我安心了许多。突然的敲门声吓得我一激灵，谁？我颤抖着问。如果你收到陌生号码的表白短信，威胁你不答应就会死，你会怎么办？突如其来的敲门声让我稍微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谁？我颤抖着声音问。是我，赵宇，电脑给你送过来了。听到同事的声音，我缓缓放下戒备，打开了房门。透过门缝，我看清了赵宇的脸。怎么不开灯啊？家里断电了，我无奈地说。我去看看。我听着楼道的脚步声走远，不久家里的灯亮了，我的心也回暖了许多。他递给我笔记本后便打算离开，我想着一个人害怕，便挽留他留下喝口水。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赵宇问。我还来不及开口，手机震动了起来。这个男的是谁？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吗？我瞬间崩溃，泪水控制不住。赵宇关心地询问我怎么了，有个男的想杀我。我举起手机给赵宇看，看了短信内容，赵宇安抚我。你打过这个电话吗？我摇了摇头。他拿过我的手机，拨了过去，片刻后皱眉。打不通。我要不要报警啊？赵宇帮我分析。你现在没出事儿，没有证据，估计没法立案。他在房间里帮我检查了一下，没发现隐藏的摄像头。短信又亮了。你要留这个男的过夜吗？外面轰隆一声，灯再次灭了，房间再次陷入一片黑暗。赵宇打开了电筒。是不是又跳闸了？我出去看看。我立刻拉住他，让他不要出去。不要紧的，我去看一眼就回来。说完，他打着电筒，轻轻地推开了门，随后把门合上。我贴着门，听着他检查电闸的动静。突然一阵哐当声，像是有什么东西砸在了电表的铁皮上，门突然被疯狂地敲响，我吓得往后退缩。随后是赵宇的闷哼声，不救他，他肯定会死的。我打开一个门缝，赵宇立刻将手伸了进来，我将他拽进屋，但是已经晚了，他的喉咙被割了一道口子，血鼓鼓的往外流。我胡乱的用毛巾帮他按住，但是无济于事。临死前，赵宇抓紧我的手，他睁大着瞳孔，停止了呼吸。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脏也漏了好几拍，随后才想到报警。但在我拨出电话的前一刻，我停下了。
赵宇是因我而死的，如果我重来一次，他是不是就不用死了？我捏紧门把手，如果还得死一次，那这次一定要看清那个人是谁。我颤抖着手，义无反顾地打开房门，高举起手电筒对准他的脸。他显然没想到我会自投罗网，愣怔在原地，看着他的颓废的五官，脑子里突然轰了一声，是你！我的心突然好痛。再次醒来后，看着窗外的雨，我泪流满面，心却无比平静。这个想要置我于死地的男人，是我的前夫宋文杰。我们结婚后，我才知道这个男人神经敏感，还不求上进。当年为了维持家里开销，我在外拼命的工作，但每次加班回家后，他都会怀疑我跟那男人厮混，吵了很多次架，甚至我的穿着也必须按他的要求，否则他就会发飙。穿这么少是出去卖吗？宋文杰为了监视我，还监听了我的手机。有一次我去谈业务，他在手机上听到有异性在场，竟然跑到现场众目睽睽下骂我不要脸。回家后更是对我拳打脚踢，事后他还会一直对我说，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才不小心这么做的，你不要离开我。那段日子让我心灰意冷，为了摆脱宋文杰的控制，我不顾一切地离了婚，离开了这座城市，还因为严重焦虑症做了很久的心理治疗。但我做梦也想不到，他还是找来了。这次我果断给那个陌生号码回了信息，宋文杰，我在家里等你。捏紧了手机，我决定赌一把，为了不让无辜的人被牵连，这次我没有让司机送我上楼，也没有让赵宇过来。在楼下的时候，我发出了一条短信，随后回家，开着房门等着宋文杰的出现。没过多久，那个身影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咬了咬唇，尽量平静地说道：宋文杰，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们放过彼此不好吗？不可能，我们生生世世都要纠缠在一起，你逃不掉的。一副完全不听我讲的样子。宋文杰，我已经不爱你了。话还没说完，他便暴怒地捏住我的脖子。你怎么能不爱我？你必须爱我，你只属于我。他发疯般的喃喃自语，我被他掐得快喘不过来气。我瞄了眼时间，差不多了。我抓起事先准备好的烟灰缸砸了下去，一声闷响后，他并没有倒下，晃晃悠悠地拿出刀刺向了我，嘴里还不停地碎碎念：哪怕是死，我们也要在一起。我没有躲，但微微偏过了身子。恍惚间，我听到有人的叫喊声：不许动，举起手来。等我再醒来时，人已经躺在病房里，而不是那辆出租车上了。我知道自己赌对了，妈妈就坐在我的旁边，看到我醒了，红了眼眶。丫头，你终于醒了，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没命了？得亏没有刺中要害。她摸了摸我的头，宋文杰已经被抓了，你别害怕，他再也不会伤害到你了。看着妈妈苍老了许多的面容，我拉着她的手哭了起来。我是个小偷，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快来救救我！我压了压帽檐，抬头瞄了瞄四周，迅速将手里的宣传单卷起来，卡在马吉小区1203住户的门把手上。1204门把手上的宣传单还在，这是我3天前放上去的，依旧保持着之前的模样，说明住户已经至少3天没有回来过。我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我叫唐玲，每天穿梭在附近小区各楼层发传单。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主业，我的主业是小偷，门把手上的宣传单就是我的信号弹。入夜，我穿戴整齐，拿着工具再次来到马吉小区。之前我已经观察过了，这个小区没有监控，于是我大大方方走了进去。我熟练地打开1204的房门，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我轻轻关上房门，凭借头灯熟悉屋内环境。鞋柜里都是女性的鞋子，卫生间里只有一套洗漱用具和女性化妆品，可以断定住户是独居女性。我顿时放松下来，在屋子里搜索着值钱的东西。随后我便在大衣柜底层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首饰盒，打开一看，有些傻眼，里面竟然不是首饰，是2根金条。这姑娘还真是不一般。我将金条放进口袋，然后将首饰和原位置放好，关上衣柜门准备撤退。可当我刚走到门口，竟然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不好，有人来了！我的头皮瞬间发麻，情急之下直接躲进了大衣柜里。我长舒了一口气，下一秒是房门被关上的声音，紧接着屋子里亮堂起来。由于衣柜正对着门口的方向，所以透过衣柜门缝，我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屋子里的情况。我看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她放下皮包，甩掉脚上的高跟鞋，坐在沙发上开始揉脚后跟。大约过了1分钟，女人从沙发上站起身，径直朝衣柜走了过来。我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暗道一声不好，如果女人拉开衣柜门发现我怎么办？将她打晕然后逃走，还是跪地求饶？女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女人的手已经碰到了衣柜门，我紧紧咬住嘴唇，
将扳手用力攥在手里。突然间，女人的电话铃声响起，女人迟疑了一下，手松开了柜门，转身去接电话。我一只手捂着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脏，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幸好只是虚惊一场。干嘛？我刚到家。女人用甜的发腻的声音接起了电话，对方应该是女人的爱人，她对着电话在撒娇。既然想人家，就来看我啊，我做好宵夜等你啊。女人愉快地挂断电话，还有一个男人要来，那我岂不是更走不掉？原本我还想着等女人去卫生间或是睡着时离开，现在难度系数更大。我躲在柜子里心乱如麻，掏出手机看了看，周鑫依旧没回我消息。我咒骂了他几句。周鑫是我的男朋友，我们算是雌雄大盗。刚刚我就给他发过求救消息了，以往他营业时遇到困难都会给我发消息求助，我会按他的提示来到客户家里，以推销员的身份纠缠客户，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帮周鑫脱身。今天我被客户堵在家里，他却没了音讯。客厅里，女人正拿着一瓶红酒倒入2只高脚杯中，她似乎心情很好，端起其中的一杯小酌了一口，在杯沿上亲了一下。接下来的画面会不会很香艳？如果我用手机拍下来，能不能卖个好价钱？我伸手拍了拍脸，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眼下脱身才是最要紧的。终于，女人赤脚走向了卫生间，我猜她是去洗澡。果然，下一秒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谢天谢地，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里出来，高抬腿轻落脚到了门口。我还没来得及开门，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我是个小偷，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快来救救我！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出来，走到了门口，还没来得及开门，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连滚带爬地逃回衣柜，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静静，是我，你的小甜心。门外传来了男人温柔的声音，卫生间里的水声戛然而止。女人裹着浴巾缓缓地走了出来，然后打开房门。男人捧着一大束玫瑰花，恰好挡住了她的脸。久等了吧？我刚才特意去花店给你买了花，我猜你一定会喜欢。我很喜欢。女人笑盈盈地接过他手上的花，踮起脚吻了男人的脸颊。女人让男人进了屋，我还注意到她随手将门反锁，来到酒柜前。女人把红酒递给男人，男人借着拿酒杯的由头将女人拉进怀里，开始对她动手动脚。躲在柜子里的我五味杂陈，本来只是想偷个东西，没想到吃了一顿狗粮。别人的男友费尽心思讨女友欢心，我的男友连个人瘾都没有。这个周鑫果然很狗。你比玫瑰花香，比红酒更醉人。男人暧昧地说，女人娇笑着躲闪，二人调笑拉着肩碰掉了吧台上的酒杯，啪的一声脆响，吓得我缩了缩脖子。别动，我来弄。男人恋恋不舍地松开女人，拿起扫帚收拾地上的残局。男人一直背对着我，看不清他的长相，可我总觉得他的背影很熟悉。女人把手里的酒杯递了过去，男人笑着接过去，一饮而尽。这一次我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是周鑫。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他竟然劈腿了，心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个窟窿，冷风嗖嗖地往里灌。我气得咬牙切齿，一拳砸在柜门上，狭窄闭塞的空间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让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怎么忘了呢？自己除了是周鑫的女朋友，还是一个贼。衣柜里有动静。周鑫指着衣柜对女人说，周鑫这个混蛋，我现在出去会不会被这对狗男女灭口？我新买了一套情趣内衣，就在衣柜里。女人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我这就去拿。周鑫两眼放光，口水恨不得流了下来，我恨得牙根痒痒，发誓只要周鑫打开衣柜的门，我就用扳手抱了他的头。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就像喝醉了酒。周鑫的脚步越来越近，我的后背再次发凉。在距衣柜不足1米处，周鑫突然停了下来，眼睛一翻，一头栽在地上。我心头一紧，用力扣着手心，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出去。女人一脸平静地站在那儿，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周鑫一头扎在地上后便不再动弹。女人蹲了下来，就这2把刷子还敢劈腿，真给男人丢脸。她说完这句话，突然看向衣柜，冲着我挑了挑眉。我吓得魂都丢了，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好在女人并没有打开衣柜，而是转身进了厨房。紧张的气氛随着她的离开冲淡了一些。我不知道女人接下来要做什么，直觉告诉我，女人给周鑫喝的红酒有问题。我想把周鑫叫醒，担心声音太大会引起女人的注意，只能拉开一道缝，伸长手臂借助扳手推了推周鑫，可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女人很快从厨房里走出来，手里多了菜刀和电锯，身上多了一条围裙。她想干什么？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女人再次看向衣柜，不过眼神有几分温柔，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我感觉衣柜里的温度又降了2度。她又走向客厅，打开电视，
调了一档娱乐节目，并把声音放得很大。这个节目不错，女孩子都会喜欢。他的话就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我的头皮不禁发麻。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毛骨悚然。女人拉开了电锯，竟然把周心分尸了，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恐怖使我的每根骨头都在发抖，面如土色的捂住了嘴巴。女人将尸块打包拎出了房间，然后开始擦拭地板上的血迹。警察，我要报警！麻区小区1204发生了凶杀案，我是小偷，目前躲在衣柜里，快来救救我！我颤抖着编辑完这段话发了出去，祈祷着警察在女人发现我之前可以赶到。只见女人收拾好后，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轻轻说了声好困，然后躺在床上拉好被子。我祈祷着她赶紧睡着。很快，床上传来了女人轻微的呼噜声。我打开一道门缝，估算着逃跑的可能性。女人突然睁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戏谑，仿佛在说你就是我刀下的下一块肥肉。无尽的恐惧感让我一下子从衣柜里掉出来。女人坐起身，笑眯眯地看着我，怎么不躲了？我还没玩够呢。她竟然把之前发生的事叫做完。别伤害我，求你了！我瘫坐在地上，带着哭腔哀求她。我怎么舍得杀你？有了你，增添了我很多乐趣。女人勾着我的下巴，慢条斯理地说：从来没有人欣赏过我杀人的过程，你是第一个，是不是很荣幸？看着她兴奋的表情，我确定面前的女人就是个变态。我眼眶含泪，颤抖着说：我不行，真的，求你放过我！放过你？你已经看到了我行凶的过程，杀你灭口和做我忠实的观众，你只能选一个。我不会说出去的，真的，请你相信我。我哭着对她说：闭嘴！她突然变得暴躁，一巴掌把我扇得晕头转向，脸上火辣辣的疼。我给过你活下来的机会，既然你不珍惜，那就怪不得我。说完，女人举起刀朝我的脸砍了过来。我惊恐地尖叫了一声，直接晕了过去。醒来时，我的头如针扎一般疼，周围也是一片陌生。回想起之前的一幕，我赶紧伸手抚摸自己的脸，没有伤口，也没有痛感。难道我真的死了吗？你感觉怎么样了？一个警察模样的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戒备地看着他，用被子裹紧自己。你不用害怕，你已经安全了。接到你的报警信息后，我们迅速出警，罪犯已经伏法。听完警察的话，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活着的感觉真好。那个女人太可怕了，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依旧瑟瑟发抖。后来了解到，女人因为被背叛，一怒之下杀了老公，之后便将那些垂涎她美色的男人骗回家，再杀掉他们，来满足自己的快感。周星就是那个精虫上脑的可怜虫，他通过家里的监控一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我就像小丑一样，在他面前丑态百出，而我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小偷了。没想到我在火锅店丢失的手机居然出现在了家里。周末晚上，我和2个闺蜜去火锅店一起庆祝我通过公考。在酒足饭饱后，我准备结账，却发现手机不在包里，刚才还拿出手机拍照来着。我以为落在了桌上，赶紧转身寻找，手机却不在桌子上。小鹿也摇头说没看见。你别着急，我给你打个电话。小鹿拿出手机拨通了我的号码，将电话递给我。随着几声嘟嘟的提示音后，对方接起了电话。你好，我是电话的主人，谢谢你捡到了我的电话，你现在在哪里？我尽量心平气和的沟通，不敢惹怒对方。然而电话另一端则是一阵诡异的沉默。我有些生气，忍不住质问对方说：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拿走我的手机？为什么不说话？我的话音刚落，手机传来一阵毛骨悚然的笑声，我吓得一个机灵，手机差点甩出去。可恶，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我的手机可是有定位装置，小心我报警抓你。心吓得砰砰直跳，我的语气也变得粗暴。对方再次发出诡异的笑声，然后挂断了电话。等我再打过去，却一直无人接听。对方嚣张的态度让我很恼火，我气冲冲地去查店里监控，决定把这个坏家伙揪出来。可惜我们坐的位置恰巧是监控死角，什么都拍不到。韩雪从厕所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安慰我道：别闹心了，我给你买了个新的，就当是我给你的礼物。为了不扫朋友的兴致，我又露出了笑容，和他们跑去 K 歌。几个小时后，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中，打开灯的那一刻，我被吓得愣住了，困意全无。我的手机竟然出现在了客厅的桌子上，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用力揉了揉眼睛，再看过去，手机依旧躺在桌子上。我的心越来越慌，人也不自觉地颤抖。竟然有人潜入了我的家，他还在我家吗？我惊慌失措地抓起手机准备报警，卧室里突然传来了之前那个诡异的笑声，我一下子瘫倒在地上，眼泪不停地往下落。他真的在卧室里。我用力捂住嘴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笑声终于停了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手里握着防狼喷雾，决定去卧室一探究竟。打开灯，我用防狼喷雾尖叫着冲空气一顿乱喷，房间里静悄悄的。我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床下没人，衣柜里也没有。我把能藏人的地方都查了一遍，都没找到。我坐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喘着气，拿出手机想报警，但警察应该也不会立案，总不能说我遇到灵异事件了吧。夜里，我刚勉强入睡，那诡异的笑声再次在我的耳畔响起，我心里怕得要死，却不停地做心理暗示，这是幻听，这是幻听。我把头钻进被子里，用力地捂住耳朵，浑身抖成了筛子。不知过了多久，笑声消失了，总算熬到了天亮。我还来不及松一口气，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我被吓得两腿发软。小姐，有您的快递，麻烦签收一下。一个低沉的男声在门口响起。放在门口吧。听说是送快递，我松了一口气。快递员应了一声，脚步声越来越远。等等，我最近根本没在网上买东西，哪里来的快递？我再次屏住呼吸，僵硬地看着门口，身体不自觉颤抖一下。我在猫眼观望了很久，直到确定外面没有人，才灰溜溜地将快递拿了进去。打开快递，里面竟然装着一套颜色鲜艳的衣服。我拿出来一看，上衣的胸前绣着一个大大的寿字，这是给死人穿的衣服，衣服的旁边还标注了我的名字和尺码。我吓得直接将衣服扔在了地上，谁这么缺德，竟然如此诅咒我？我的心跳骤然加快，两只手不停地在衣服上蹭来蹭去，仿佛只有这样驱走这套衣服带来的晦气。就在这时，卧室里再次响起了诡异的笑声。没想到我丢失的手机却突然出现在家里，就在刚才，我还收到了一个装着我一样尺码的寿衣。这些到底是谁干的？这诡异的笑声又在卧室里传来，而我却没有走进卧室的勇气，崩溃地夺门而逃，眼泪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刚冲出单元门，就接到了小鹿的电话。昨晚睡得好吗？我买了早餐去找你啊。听到他的声音，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起来。小鹿和韩雪赶来时，我坐在台阶上发呆。天气很暖，可我依旧冷得发抖。看到客厅里的寿衣，二人的脸色也很难看。小鹿戴着手套口罩，将它扔进垃圾桶。我可能被坏人盯上了。我牙齿打着颤说：“不会吧，你又没和别人结过怨。”韩雪握着我冰冷的手：“那他是怎么回事？总不能是我自己买的吧？”我指了指垃圾桶，两个人没有说话，怪异地看着我。不可能是我自己！我尖叫着，掏出手机打开某宝，看到购买记录后，眼前一黑，坐在沙发上。你怎么了？你们看看这个。我脸色铁青，声音怪异地把手机递过去。那寿衣真的是用我账号下的单，下单时间是前天晚上10点。我十分确定当时我在家里睡觉，那晚我哪都没有去。一定有人潜入我的家里，动了我的手机。还有那瘆人的笑声也是他搞的鬼。昨天我的手机也是被他偷走的。我愤怒地攥紧拳头。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才会这样的？小鹿担忧地问我。你的意思是说我的精神出了问题？二人的沉默已经给了我答案。你们相信我，我的精神状态很好，我真的听到了笑声，也不可能发神经买这种东西，一定是有人想要整我，我要报警。你这种情况警察不会处理的。韩雪的话像一盆冷水，把我浇得透心凉。放松心情，你就是太累了，我们在这里陪你。小鹿伸出手指为我按太阳穴，手指上冰冰凉凉的感觉很舒服。入夜我有些恐慌，生怕又有怪事发生，但好在小鹿和韩雪在身边，困意渐渐向我袭来。我睡得正香甜时，那笑声又出现了，在寂静的夜里让人毛骨悚然。我猛地睁开眼睛，身边的两个人都还睡着。我用力推了推小鹿，小鹿茫然地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问我干什么。听到了吗？那个笑声又出现了。我因为紧张声音变得嘶哑。什么声音啊？你睡傻了吧？小鹿揉着惺忪的眼睛，支棱着耳朵听。你没听到？根本就没声音啊。小鹿言之凿凿，可这笑声明明就在。我不服气，又把韩雪叫醒。韩雪的反应和小鹿如出一辙，她摸了摸我的额头。哪有什么声音啊？你睡糊涂了吧？你们真的听不到吗？我用力咬紧嘴唇，眼泪急得都流了出来。小鹿和韩雪手足无措地看着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彻底崩溃了，用力地抓着头发。怎么会这样呢？我打算跳下床寻找声源，笑声却戛然而止。卧室里又陷入了寂静，深深的无力感让我彻底绝望。难道我的精神真出现了问题？我抖着肩膀，把脸埋在腿间。别担心了，乖乖闭上眼睛，一切都会好的。韩雪贴心地哄我。我闭上眼睛，乖乖躺下，可诡异的画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迷迷糊糊间，我的电话突然响起，三人同时睁开眼睛，惊恐地看着彼此。时间定格在凌晨12点，一个陌生号码在屏幕上跳跃。我吞了一下口水，迟迟不敢接通，生怕电话里又是恐怖的笑声。小鹿和韩雪的脸色也很差，
谁也不敢开口说话，电话始终没有挂断。韩雪皱了皱眉，按了接通键。你好，外卖，麻烦拿一下。女性外卖员的声音响起。我根本没订过外卖。巨大的恐惧感将我深深包围。我只负责按订单信息配送，订单信息显示了您的电话和地址。我仍抱着侥幸心理，打开外卖平台，看到订单记录后，我的心彻底坠入了谷底。你放门口吧。我对外卖员有气无力地说，订单是40分钟前下的，是我经常光顾的饭店。肯定是我手机的问题，它已经被邪祟附体。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是我精神出了问题。我冲下楼，将手机扔进垃圾桶。医生推断我可能最近压力太大，造成了记忆力混乱，给我开了安神的药。小鹿和韩雪因为害怕也各自回了家。被丢掉的手机又莫名其妙回到我家桌上，那诡异的笑声也常常在夜里响起。家里的物品长腿一般变换位置，我甚至开始分不清梦境和现实。因为身体原因，我缺席了公考体检。妈妈担心我，想将我接回老家休养。在帮我收拾行李时，妈妈不慎将韩雪送给我的玩偶碰到地上，玩偶当即爆发出诡异的笑声，我吓得够呛，浑身哆嗦。妈妈却在玩偶里掏出一个微型智能音箱，这种音箱能够远程遥控，按操作者的指令发出声响。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捋了一遍，面色惨白地看着妈妈，嘴巴发干地说：“不会吧？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在妈妈的陪同下报了警，警察的调查结果更是让我大跌眼镜。原来一切都是小鹿和韩雪搞的鬼，他们嫉妒我即将拥有公务员铁饭碗，就制造了一连串灵异事件。韩雪先是把玩偶当作礼物送给我，在吃饭时更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拿走我的手机，在我拨通电话时也是他在装神弄鬼。因为我对他们的信任，给过备用钥匙给他们，手机密码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设防，于是二人经常半夜偷偷跑来我的家里。其实那晚的笑声他们也都听到了，只是故意吓我，让我掉进他们一步步设下的陷阱。我还是将二人告上法庭，他们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我被绑架了，被关的地方一片漆黑，大概10平米左右。绑匪没有捆住我的手脚，甚至还把手机留给了我。可不管我怎么做，都出不了这个房子。我把希望放在手机上，却发现手机里能用的只有一个群聊，而我只要被踢出群就会死。头好痛！我撑着墙壁站起身，入目一片漆黑。有人吗？这是哪？我的求救宛如沉入海底，没有激起一丝波澜。未知的恐惧包裹着我，我背靠墙，一点点摸索着前进。我搬到了东西，整个人向前倒下，下巴生生磕在地板上，嘴里瞬间涌起一股腥甜，剧痛刺激了泪腺，我哆嗦着吐出一口血沫。紧绷的神经这一刻崩溃，我坐在地上大哭。突然，我摸到了一个东西，是手机。我连忙按亮，想打开手电，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选项，甚至连最基本的数据、蓝牙等功能都消失了。我借着手机的微光看清了自己所处的地方，这里是个四四方方的房子，没有门窗，所有地方都被封得死死的。我就像是凭空出现在这个盒子里一样，莫大的恐慌彻底吞噬了我。我颤抖着想要报警，可手机上根本就没有拨打电话的按键，手机屏幕一片空白，界面上的一个聊天软件此时看着格外诡异。但我没办法了，我点开这个软件，里面的按钮全是灰的，只有一个名为奔赴的群还在不停地弹着消息。群里有6个人，群主阿良，大家都清楚上车地点了吧？娇娇，清楚。管理员王姐，你们选的地点离我家太远了，能不能换个近点的？阿良。群里安静了片刻。阿良，那王姐觉得在哪比较好？王姐，富集路公交站台就在我家楼下。富集路，这不是我今早去的地方吗？我记得我上了一辆商务车后睡着了，再醒来就在这儿了。难道我上的就是群里这辆车？可是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人啊！我压下心里的不安，在群里求救。救命！求求你们报警！我被人绑架了，现在被关在一个房子里，这里很黑，封得很严实，氧气不多，再这么下去，我可能会窒息。拜托你们帮帮我！消息发出去，半会儿才有人回。娇娇，呼哈哈哈哈，这是什么网络新梗吗？阿良，这个气氛活跃的好。王姐，现在的年轻人都那么爱哗众取宠。天哥，都订好了吗？废话这么多，没人相信我。我试图跟他们解释，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来到这儿。我在聊天框里输入又删掉，第一次感觉到文字那么无力。除了手机上的微光，我再也看不见任何希望。空气压抑极了，我一边擦掉糊住眼睛的泪水，一边敲键盘。我说的都是真的，救我！报警啊！我会死的！群友接连打出几个问号。王姐，神经病吧？娇娇，恶作剧也找个靠谱的剧情吧。谁被绑架了还有手机玩的？天哥，明天就要出去玩了，别杀风景。请你们相信我，我现在很危险，求求你们。到后面，整个空间完全被我的哭腔掩盖，空气的渐渐稀薄让我的声音忍不住发颤。聊天界面停顿了，我不断刷新，但没人回我。没有消息也算个好消息，说不定他们是去报警了。我紧紧捏着手机，背抵着墙，只有这样我才稍微有一点安全感。娇娇，我被他说的毛毛的。王姐，这姑娘平时就不爱跟大家说话，看着也阴森森的，不会真有病吧？阿良，王姐，你别这么说，都是朋友。我一愣，这些人认识我，可我对他们没有一点印象。王姐，哟，现在装什么好人？我跟你说，这次出去玩，大家可都是花了钱的，不能带着个神经病。娇娇，要不这次小二姐你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吧。天哥，对啊，江儿是谁？我明明叫许离啊！
空气越来越少，死亡近在咫尺。我喘着粗气，一遍一遍刷着屏。我不是江儿，我是许离，救我！我不想死，求求你们报警吧！报警！王姐，真疯了，好吓人！阿良，你把他踢出去吧，别败了我们的兴致。娇娇，小儿姐，你好好休息，等我们回来了就去看你。天哥，江儿，那好好照顾自己啊！不要，不要！我手指刚刚触到屏幕，脑子里白光一闪，同时房子里响起一道机械音：你已被移除群聊。呼，氧气告终，我呼吸越来越粗重。嘎！忽然，我心口一痛，身体失重，不受控地砸在地板上。我浑身汗津津的，眼前还是一片漆黑。这个房间里的空气又恢复了，可刚刚明明我被绑架了，被关的地方一片漆黑，大概10平米左右。绑匪没有捆住我的手脚，甚至还把手机留给了我。可不管我怎么做，都出不了这个房子。我把希望放在手机上，却发现手机里能用的只有一个群聊，而我只要被踢出群就会死。接上文，我浑身汗津津的，眼前还是一片漆黑。这个房间里的空气又恢复了，可刚刚明明我张了张嘴，口腔里的血腥味已经没有了，连带着消失的还有伤口。难道是梦？突然我想到了什么，我跪在地上摸，脚边不远处有一块凸起，应该是上次绊倒我的东西。我又往前挪了几步，不多会儿就碰到了一个手机。我按亮一看，功能和之前一样，不同的是电量少了一格。阿良，大家都清楚上车地点了吧？娇娇，清楚。王姐，你们选的地方离我家太远了，能不能换个近点的？阿良，所有聊天记录都一模一样，所以刚刚不是梦。我咽了下口水，安静的空间里，我的心跳不断冲击着耳膜。我刚刚明明窒息死了，为什么又重来了？我来不及多想，抖着声音：各位，我知道自己很唐突，但请你们帮我报警，不管是谁都好，现在立刻报警。娇娇，怎么了？我摁着语音框崩溃嘶吼：别管怎么了，报警！王姐，你自己没手机吗？要我们帮你们报警？这警可不兴乱报。或许是太紧张，我感觉空气又开始变稀薄了，那种无力感再次涌上心头。我红了眼祈求：求你了，我现在很危险，求你们救救我！王姐，这丫头魔怔了吧？我就说不该带她一起。又是那道电子音：你已被移除群聊，处理人管理员王姐。同时，我耳朵里嗡的一声，伴随着心口一痛，我又失去了意识。呼，一睁眼，还是那片黑暗。我大口喘着气去摸手机，打开一样的界面，一样的聊天记录，电量又掉了一格，我又重来了一次。可是刚刚房间里的空气并没有用完，我怎么会？难道是群聊？好像第一次也是这样，我被踢出群后就重来了，所以被踢出群后我就会重生，相应的手机电量就会少一格。那如果手机电量用完了，我还能继续复活吗？我深吸一口气，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握着手机的手总在不停的颤抖。我不敢像前2次一样冲动，也不敢随意开口说话了。我得先搞清楚自己怎么会加到这个奇怪群。我缩到房子一角，调整呼吸，尽量不让自己耗费体力。群里的聊天记录是从1周前开始的，最开始只有阿良和王姐，慢慢的加进来其他人。我在里面很少发言，大多时候都只是知道了。从聊天记录来看，他们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刚结束一个大项目，公司奖励大家一起去旅行。既然说救我不行，那如果说救火呢？只要警察到达现场发现我失踪了，他们一定会找到我的。想到这儿，我切回聊天界面，歇斯底里的大叫：着火了，我出不去，报警救火！救火！阿良，怎么回事？娇娇，小儿姐，你没事吧？王姐，火势大不大呀？还好我家离你比较远。这条消息发出去后，大家反应都比较激烈，他们在群里疯狂艾特我，但我一个人也没回。阿良，要不我们报警吧？娇娇，好。王姐，你们报吧，快别出什么事。看到这我松了口气，只要他们发现我不在，环报了假警，肯定会来找我的。我盯着屏幕，感受着时间流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群里突然又闹起来了。阿良，江儿，以后开玩笑适度，这次是被警察拉出去一通乱批，下次呢？娇娇，就是别拿别人的好心消遣。小二姐，你这次真的是过分了。王姐，还好不是我报的警。天哥，我这刚完成手头的工作，你们干嘛呢？王姐，你问他呗。江儿，什么情况？我看着手机，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天哥，到底怎么了？姐，你说。王姐，这位祖宗在群里乱嚎说他家着火了，阿良跟娇娇好心帮他报警，结果警察到了地方，一颗火星子没看见，人家呀躺床上睡得正香呢，害得阿良娇娇被警察叫去批评了一顿。我浑身血液凝固，手脚冰凉，我怎么可能会在家里睡着？难道外面还有一个我？不对，如果用群里人的视角来看，我现在是江儿，那警察去的地方也是江儿家，外面的人是他，不是我。我太着急了，竟然忘记这个 bug。很绝望，我一醒来就发现被关在一个漆黑的屋子里，这里能用的只有一台手机，而手机只有群聊功能。如果我被踢出群，就会死。群里没有人相信我，我究竟该怎么逃离这个地方？接上文，群里面都是大家的谴责。我捏了捏指节，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继续翻着以前的聊天记录。我发现2天前有一个叫周岑的人进入群聊，除了来的那天发了的大家好就没再说过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戳开他的头像，那个发消息的按钮居然亮了。明明最开始所有地方都是灰的。我退出去又看了其他人的主页，私聊按钮都可以用了。难道是第2次重来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这些变化又好像从第1次循环开始就有了。最开始我只能在群里打字，但第2次就可以发语音了。这一次是能和群成员私聊。之前我太着急，根本没发现这些变化。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不明白。
群里其他人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如果找他们帮忙，结局只会和前2次一模一样。我唯一的机会只能是周岑。我点开他的头像，你好。没过多久，那边就回了，有事吗？我逐字逐句斟酌该怎么跟他解释，才不会让他觉得我是个神经病。我在群里加的你，想问问你对旅游的相关事宜还有什么建议吗？他没有，你们决定就好。我咬了咬唇，决定赌一把。之前没见过你，有点好奇你怎么会突然进群啊？是新来的同事吗？我紧张地攥着手机。如果他不是新人，只是进群晚了几天，那我怎么解释自己的胡言乱语？我跟王俊天认识，他说你们出去玩想带我一个，我正好明天结束 ZC 的发布会，就答应了。给你们造成什么麻烦了吗？我呼出一口气。王俊天应该是群里那个叫天哥的。等等 ，ZC 发布会不是2天前就结束了吗 ？ZC 是个大型游戏公司，我就是公司游戏主画师。那场发布会我还上台致辞了呢。我压下心底的恐慌，故作轻松。没有，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你提起发布会，我就想起旁边那家肯德基，正好今天周4还有活动。半会儿他回，我盯着这个字发愣。他没有反驳我，可是我上车那天明明是周1啊。如果外面现在是周4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外面的我还没有上车？那如果有人阻止我上那辆车，是不是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但是外面现在还会有一个我吗？周岑先生，能不能拜托你帮个忙？那边应该已经不耐烦了。我这条消息发出去，宛如石沉大海。我闭了闭眼睛，豁出去了。不要脸总比不要命来的强。抱歉，我现在的事情真的非常重要。是这样的，我朋友是 ZC 的画师，他的画稿落在我家了，但是我现在走不开，那边又急要，这个画稿可能会影响游戏上市。你跟他在同一个发布会现场，能不能拜托你去我家帮他拿一下？我知道自己的理由很拙劣，但我只能尽力试一试。我的工作时间弹性很大，基本上每天都窝在家里画画。周岑去了，一定能遇到我。只要证实外面的我依然存在，那只需要想办法阻止我上车就可以打破循环了。抱歉，我刚刚接到公司的紧急任务，已经出门了。我心跳加快，这是个人都不会相信吧？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如果这件事办成了，你要我怎么报答都行。我咬着指节，静静等着那头的回应。你家在哪？我松了一口气，给了他地址和房间密码。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又切回群聊，他们已经换了话题。天哥，我们下一个项目会和 ZC 合作，这位周岑周总是甲方，大家欢迎一下。周岑是 ZC 的老板，我在 ZC 2年了，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还没想出个所以然，周岑的消息就轰炸来了。江小姐，你玩我呢？你发的地址根本没人住，邻居说那套房子闲置很久了。不可能，我的房子刚买1年不到，怎么会闲置很久？不过我遇到你朋友了，他有点奇怪啊，虽然看着我笑，但总感觉眼神阴森森的。我没有诋毁你朋友的意思啊，你别误会。朋友？什么朋友？电子音，群内出现人员死亡。深夜，突然电子门锁发出诡异声响，有人进了我家的门。叮！大半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将我吵醒。我怀孕7个多月，这会儿正是又是睡又睡不舒服的时候。我一边都嚷着老公，你去看看咋回事，一边伸手迷迷糊糊的扒拉了一下。下一秒，我的手直接拍在床垫上，这才想起来王博出差了。机械的电子音传来，听着像是防盗门密码锁的声音。王博今天下午的飞机去国外，这会儿不可能回来，我俩的父母就更不可能了。那现在输密码的是谁？我精神一振，立刻清醒，小心翼翼地站起身，转头钻入了衣帽间。我刚进衣帽间，还来不及将房门关严，就听见了门锁的女中音传来：已开锁，欢迎回家。衣帽间没什么能用的武器，我挑了个铁质带夹子的衣架，藏进了衣柜里。又黑又安静，我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震耳欲聋。为了宝宝的健康，我的手机每天都放在客厅充电。现在我谁也求助不了。我抚摸着自己的肚子，想从中汲取些力量。孩子偶尔的蹬踹能给我无限的安慰。时间1分1秒的过去，没有任何动静。刚才的一切好像只是我在做梦。可当我刚要推开衣柜门时，电子锁再一次发出了已开锁，欢迎回家的提示音。我的头皮发麻，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我不敢出去了，我不能带着孩子一起冒险。于是我提心吊胆地缩回衣柜，继续竖着耳朵听，可又变成了一片寂静。到底是谁啊？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日渐沉重的身躯窝在衣柜里，很难受。我甚至能感觉到蜷缩着的腿在慢慢浮肿，屁股和后背也硌得生疼。困倦感再次袭来，我的眼皮越来越沉，最后竟然睡着了。再次醒来时，我还在衣柜里。推开柜门，阳光刺目。我拉着倚在卫生间门外的吸尘器，慢慢走到了大门处。防盗门轻轻一推就开了，但门外一个人都没有。我仔细地检查了屋里每一个角落，什么都没丢。客厅有一个摄像头，我调取昨夜的监控录像，没有任何异常。直到凌晨2点，扫地机器人突然叮的一声给自己充起了电。过了一会儿，防盗门叫出了声，轻轻打开，露出了楼道里的光亮。外面有一道细长的影子，待了大概10分钟左右才离开。然后在没有任何人操作下，防盗门第2次叫出了声。我给好闺蜜陈洛打了个电话，她跟我住在同一栋，她8层，我16层，我们俩一起长大。陈洛比我结婚早一点，陈洛是带着她老公赵科一起过来的。赵科专门设计研究智能家电，我家这一整套都是他俩送给我和王博的新婚礼物。赵科搬了个小马扎到门口摆弄着智能锁，陈洛拉着我坐在沙发上聊天打岔。有他们在的时候，我心里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只看见赵科手里的改锥不小心掉在地上，咕噜噜跑远了。他捡了改锥回来，检查一番后说是信号干扰导致的系统混乱，重新调频之后问题不大。可我始终觉得昨晚那道影子十分狰人。陈洛拽着我说别怂啊，咱去物业查监控。
调出来的监控显示，昨晚2点多有个人摇摇晃晃的出现在了画面里。他在每一扇门前都驻足一会儿，大部分人家都是机械锁，他摁了半天没有反应。也有几家的密码锁提示密码错误，可到我了家这儿却突然打开了门。这人应该是喝了不少酒，但没完全失去理智。门开了之后，他看了好一会儿，就又摇摇晃晃的走出了画面。看起来确实就像个意外的巧合。那时的我天真的以为重新改个更复杂的密码就能结束这一切。昨晚有人打开了我家的电子锁，查看监控是一个醉酒的男人乱按导致的开门。天真的我以为改个复杂的密码就能结束这一切。然而，书接上文，晚上我跟王博视频聊天，说了夜里发生的事。他让我把手机充好电放在床头柜上，再找根棒球棍放在卧室门口。如果愿意的话，他希望我能在枕头底下放把菜刀。后来自己给否决了，怕我毛手毛脚伤着自己。你小心点，我后天就回去了，不行的话叫你妈来陪你吧。王博远在美国鞭长莫及，又担心我出事，皱着眉头帮我想办法。我爸前2天住院，我妈得陪护，这个方法我早想到了。要不是我打电话问我妈，他俩恨不得等我生完了孩子才告诉我。哎，我妈去世的早，我爸又有哮喘，要不你去陈洛家住2天。赵科他爸妈都在，5口人挤在2居室里，我凑什么热闹？那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王博千叮咛万嘱咐。晚上我早上了床，客厅特意留了个小洞没关。我强打着精神等到了将近12点，今天好像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奇怪的事发生。放松警惕的我很快进入了梦乡。夜里，我突然想上厕所，下床时却踩到了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脚一崴，直接摔在了地上。在下落瞬间，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肚子，努力地调转方向，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大屁墩，头也撞在了床头柜上。疼，头疼，脚疼，屁股疼，尾巴骨疼，带着整个肚子都跟着疼。我的眼前宛若没有信号的老式电视机，黑的白的花成一大片，一股湿润的感觉从我腿间流出。我的孩子！我摸索到自己的手机，但我看不清屏幕，只能凭着感觉拨出了电话。我疼得要命，整个肚子坠着疼，像是刚刚被人打了一顿。我大口喘息着，希望能稍稍缓解一点，但没有任何作用。电话接通，是赵科，他喊着：“喂，小梦，怎么了？”我没法回答他，只能咬紧牙关蹦出了“就我2个字，然后眼前一黑，彻底没了意识。3天后，我再睁开眼，看到的就是王博，他红着眼，好像几天都没睡，视线下移。我原本鼓鼓囊囊的肚子，如今一马平川。孩子呢？我的声音不自觉带上了哭腔。王博把我圈在怀里，我靠在他胸口，哭得稀里哗啦。别哭了，是女孩。在医院保温箱里，他轻声安慰我。我抬起头，看着他脸上的笑容，狠狠地捶了他一拳。吓唬我干嘛？一边说一边恶作剧似的把鼻涕眼泪都抹在了他胸前。你吓死我得了！脑震荡、早产、骨裂、软组织挫伤，我就走了2天，你差点把自己给玩没了。王涛一脸严肃地骂我。我没有，我是踩到东西才……我突然意识到，我睡觉之前特意把床边清空，就怕起夜摔倒，所以有人进了家里。我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王涛，他揉了揉我的脑袋，然后拿起手机看起了那晚的监控。监控画面毫无波动，直到凌晨3点多，赵科闯进家里，焦急的把已经晕过去，身下全是血的我抱出家门。录像里赵科的妈妈也在，她拿着手机在打电话，但离得远，只依稀录上几个音，应该是在联系医院。可我确信自己一定是踩到东西才摔倒的。我爷爷是个变态，身为杀猪匠的他每次杀猪之前都喜欢饿他们3天，说是饿了之后再宰猪，下水会干净很多，也方便处理。这次同样也不例外，听家里大人说，饿了3天的猪都快把门板给啃碎了，爷爷这才准备动手。猪啃好了，就在边上嗷嗷叫，叫得让人心烦。爷爷却不急不慢地坐在小板凳上磨着刀，同时还给我说着杀猪的忌讳。第一季杀5指猪，正常猪都是4根脚趾，如果跟人一样有5根脚趾的，传说是人投胎转世来的，带着前世的记忆，只是不会说话。2是忌杀白头猪，白头猪又被称为丧猪，指的是头上长有一大片白毛的猪，看上去就像是人类披麻戴孝的样子。传言若是杀了白头猪，家中也必然会出现丧事。3是忌杀无尾猪，杀这样的猪会导致断子绝孙，无血脉后人。4是忌杀怀胎猪。说话的时候，养猪的人家已经开始催促。猪被抬出来的时候，我看得一清二楚，这猪头上就有一片白毛，尾巴也是在刚才挣扎的时候撞到墙断裂了，只剩下一块小指头宽的皮还连着。虽然猪蹄脏污不堪，但勉强还是能认得出来。它有5个脚趾，4条忌讳中了3条。要是换做以前爷爷肯定不会动手，但是最近几个月家里的营生不好，顿顿清汤白菜，吃块豆腐都快成了奢望。加上本家不相信这个，而且承诺会给不少肉，最终爷爷也还是答应了下来。宰了猪，爷爷就带着我去洗了手，准备掏出下水。我俩回来的时候，本家好像拿着什么东西进了屋。这种事情我们也是见多了，有些人家来之前说好猪下水是给杀猪匠的，但是也会偷偷拿走一些。爷爷常说吃亏是福，所以也没跟他们多计较。就在我俩要准备动手的时候，却听见了一声猪叫，看着明明已经死去的大肥猪，爷爷口中说着邪门，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站在一旁的我看着这一切，背后也是泛起了一股凉意。不过回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看着桌上的鸡盘子肉，这些忌讳也很快是被我抛出到了脑后。可一顿饭下来，这肉爷爷没动，一筷子说是肚子有点胀气，吃不下。第2天爷爷死了，出殡的那天，大人没让我去。几天后，村外来了几口大小不一的棺材，听说死的是前几天让爷爷去杀猪的那家人，死因不明，但是时间正好是跟爷爷走的时候相同，而且因为是全家一起没的，被发现的时候也是几天后了。而且听村里的人说，发现的时候桌上还有没吃完的小猪仔。
如果你高考考了725分，你会不会欣喜若狂？身边人都说我祖坟炸了，但我却如坠冰窖，因为高考那2天，我根本没有进入考场。那坐在考场里的那个人是谁？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份牛逼到炸裂的分数有多扯淡。从高考开始，我连考场的门都没迈进去一步，整整2天，我这个父母眼里的好孩子，老师心里的优等生，做了18年来最大的叛逆，躲在网吧里酣畅淋漓的打了2天游戏。我忽然觉得细思极恐，我2天缺考，考场有好几个同班同学，要是发现我弃考，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班主任老秦，除非压根没有人发现我弃考，或者说我一直都在考场里，跟其他同学一起考完了所有科目。但这怎么可能？我马上给同一个考场的同学打了电话，故意问他考得怎么样，在考场发挥的如何。他先是一阵长吁短叹，随后恶狠狠地说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每场都早早的答完题，然后就趴在桌子上睡觉，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我握着手机的手掌在颤抖，我去考场了，想得脑壳疼，我干脆不想了，躺倒在床上。原本我已经做好了被爸妈重拳出击的准备，因为18年来我忍得太久了。从小到大，我就是爸妈的提线木偶，我不能发表意见，一旦我抗议，他们就会打着为我好的旗号，我哪里不顺着我爸的意，拳打脚踢便是家常便饭。我妈说我爸没啥文化，可他是我爸，打是亲骂是爱，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久而久之，面对他们，我只有沉默或者顺从，我更不敢说实话了。信不信是其次，我更怕我爸暴脾气上来。我打算将这件事当成自己的秘密，深深的埋在心底。可我没想到，现实将我从天堂拉入了地狱。次日早上，我看到书桌上的笔记本摊开，上面写着一句话：替你考这么高分，嘿嘿，很满意吧？作为回报，你必须听从我的话，否则我将关于你高考真相全部曝光。反抗你的父母吧，不要当一个唯命是从的木偶人，对你的父母说不。看着笔记本上熟悉又陌生的字迹，我惊出一身冷汗。是谁写下的这段文字？有人来我家了。但看到这段话，我的心忍不住砰的一跳。18年来，我何曾不想？我离家出走，被找回来差点被打断腿。我试图想过自我了结，可笑的是，我怕死。饭桌上，我爸发话了，说要回老家大摆宴席，庆祝我考上大学。老家这2个字，深深刺痛了我的神经。我鼓起勇气连声拒绝。我看着爸妈从满面荣光变成脸色不悦，我妈眉头微皱，说我不懂事，让我好好听话。我爸撸起了袖子，像是忍住怒气要对我动手。听话，永远都是让我听话。我压抑不住自己的内心，人生第一次朝我爸吼道。我说我不回，我这辈子都不回老家。我哥就是在老家被你们逼死的，你们还想逼死我吗？话音刚落，我重重挨了一巴掌。我妈红着眼看着我，眼神充满癫狂。不许提你哥，你没资格提他。这是我妈第2次打我，第1次是我哥死的时候，那次她下手特别重，把我拎回家，拿起木棍将我打得遍体鳞伤，边说边骂，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当时的我不明白，明明逼死我哥的人是他们，可他为什么恨我？后来我知道了，他跟我爸是同类人，无能狂怒是他们掩盖心虚的手段，但他们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我跟我哥是同卵双胞胎，2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但有一点不同，他特别聪明，从小奖状拿了许多，所以被爸妈寄予厚望。但是他总跟我说他很累，他想休息。我不明白他的意思，直到有一天，他说想陪我去河里抓鱼。那天他直接跳进了河里，让河水将自己冲走了。3天后，他的尸体被发现，我才知道他当时话里的含义。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你哥，记住，你叫秦朗，你的弟弟秦天已经死了。我爸严厉地指着我。自此往后，我只能永远像我哥一样活着。我失魂落魄地回到房间，随即砰的一声关上房门。直到深夜，我肚子饿了才从房间出来，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我没太在意，进厨房看了一眼，锅里妈妈做的菜已经凉了。我吃过后便回房间睡觉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爸妈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屋子周围很暗，四面都是墙。我爸妈看到我那一刻，面上全是惊恐，继而战战兢兢地跟我说他们错了，让我放了他们。我很困惑，问他们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我爸情绪很激动，问我到底要把他们困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爸妈看着我惊恐地往后退去，身后传来脚步声，我察觉到身后有人靠近我。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他朝我露出了一个瘆人的微笑。我顿时被惊醒，整个人被冷汗淋湿。可怕的一幕出现了，旁边书桌上的笔记本上再次自动显现出字来，上面写道：好久不见了，我亲爱的弟弟，爸妈已经消失了，这份见面礼你喜欢吗？我惊恐地扔掉了笔记本，上面的字迹我终于想起来了，这是我哥的笔记。我哥他回来了。如果让你玩一场游戏，赌注是你的生命，而你只要赢了就可以拿到650万美金，你会玩吗？真有小说写出来了。我正被迫在玩这个游戏，此时我的面前坐了一个人，中间放了一把只有1颗子弹的左轮手枪。开枪吧，枪响，你没死就是胜利。戴着恶鬼面具的裁判催促着我。终于，砰！枪响了，清脆的响声在这个不足10平米黑暗的房间内响起，鲜血伴随着火光喷在我的脸上。我来不及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只知道这一次我赌赢了。面前的一具尸体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内心恐惧到了极点。回想早上，正在上班路上的我突然就被一群蒙面男子绑架。当我重新有了意识，就已经陷入了这场十死无生的游戏。我四肢无力瘫软在地上，门口传来声音，大门敞开，在恶鬼面具拿着枪的注视下，我被迫走出了房间。可眼前的景象让我彻底惊呆了。这是一条黝黑的走廊，两旁有着一道道门，而我这道门的编号刚好是50。此时，门断断续续被打开，一具具尸体被拉了出来，满地都是红色，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腥味。一个个和我一样还活着的人，或迷茫或惊恐地站在门口，他们的身后同样有一个拿着枪的人。我们挤在一起，被迫朝前走去。突然，身后有一双手抓住了我的衣服，我扭头一看，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男子。最显眼的是他脸上那条长长的刀疤。他凑到我的耳边跟我说：想活命，你要乖乖听话。我认识你哥哥，你长得很像他。哥哥，
我瞬间呆住了。我确实有个哥哥，不过在1年前因为一场车祸死了。你认识我哥哥？刀疤男叹了口气，我听你哥哥提起过你，我和他都是去年参加这场游戏的人，很可惜，最后一关他失败了。你叫苏晨吧？你好，我叫李毅。我看着他，点了点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哥哥不是出车祸死的吗？这狗屁游戏又是什么？李毅耸耸肩，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通关所有游戏是唯一能活着出去的办法。我刚想继续发问，前方突然一阵骚动，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大型体育馆里面。此时的体育馆摆放着几十具尸体，强烈的血腥味冲击着我的鼻子，我再也忍不住呕了出来。反观李毅，除了紧锁的眉头，没有一点惊慌。我刚想继续问李毅知道的情况，体育馆内大屏幕突然亮起，47这个数字犹如鲜血闪烁在屏幕之上，广播声随之响起：各位，欢迎来到死亡游戏。首先，很高兴大家能够成功通过选拔赛运气的考验，真正的游戏即将开始。你只要通过全部游戏，累计奖金将获得650万美金。当然，就算你死了，也会有50万美金打入你们家人的账号。50万美金，是不是想想都很兴奋？死了也有50万美金，我不淡定了。我哥出车祸时，肇事者也给了300多万的赔偿，算下来刚好50万美金。为什么？我明明是看着我哥的尸体从被撞烂的汽车中抬出来的，这里面有太多需要弄明白的事情了。但我清楚，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活下来，只有活着才能探查真相。在家门口捡到钱，千万不要花，你不知道那个钱到底是谁丢的。最开始是那天早上，我刚一出门就在门口捡了1块钱，我也没在意。然后第2天早上我在门口又捡了张10块的，我当时还觉得自己运气挺好的，连着捡钱。但是第3天早上，我一开门看见地上有张100的时候，我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我就没捡，而是去楼道里转了一圈，但是也没看着人。说实话，我平时挺谨慎的，知道现在这社会骗子手段挺多的，但是我也没听说过往人家门口扔钱是个啥意思。我寻思寻思，还是把钱给捡起来了。不是我没经得住诱惑，而是我怀疑这钱是假钱，就拿着钱去楼下的水果店找大妈看去了。大妈当时跟我说，钱100%是真的，让我不用担心。我也没多想就去公司上班了。晚上到了家才又想起这事儿，就上网查了查，也没查到这类的骗术，就早早睡觉了。第2天早上我起得挺早的，说实话我内心还是有点期待和好奇的，头没梳脸没洗的就出门看去，结果门口啥都没有，不用说什么1000块钱，连1毛钱的硬币都没有。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挺傻的，还想天天捡钱来，天下哪有这种不劳而获掉馅饼的好事。这时候我就发现隔壁老吴家的门开着，还时不时传来几声哭声。我这人挺八卦的，就过去问咋回事。没想到老吴家的儿媳妇告诉我，他家老太太去世了。我就特惊讶的问，啥时候的事儿？昨天晚上我回来还看见他家老太太在楼下跟人唠嗑呢，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他就叹了口气，他家老太太半夜还出去倒动大葱去了，说是怕被人偷了，回来还啥事没有。谁知道半夜睡觉就听见老太太屋里咣当一声，等过去看的时候，就看见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经不行了。我听完了也不知道该说啥了，安慰了他俩后就赶紧回屋收拾收拾上班去了，因为我怕一会儿男人出来让我去参加老太太的葬礼，我现在可没钱去随份子。晚上回家开门的时候，脚底下却感觉踢到了一摞东西，我低头用手机一照，就看见是一沓子给死人烧的纸钱，当时一看就挺生气的，我还抬头看了眼里面的老吴家，也没看见他家门上挂纸钱呢，这怎么还整到我门口了呢？我挺不爽的，用脚全给踢一边去了。那天晚上我睡得不好，不知咋的迷迷糊糊的，就是睡不醒。早上再起来的时候，头也有点疼。推门出去的时候，就听见门底下哗啦一声，好像刮着啥东西了。我低头一瞅，就看见是个装月饼的纸盒，我就挺不耐烦的，一脚踢过去了。可是让我有点没想到的是，那盒子还挺沉，里面好像还装了东西。更让我没想到的是，那月饼盒子一被我踢开，下面露出来的却是一摞压好的纸钱。要是平时我是肯定不会碰着压着纸钱的月饼盒子的，觉得太晦气。但是今天我是真的有点生气了，因为昨天他家就把纸钱弄到我门口了，今天还特意用个盒子压着，这他妈的是啥意思啊？我就一低头拿着这月饼盒子，结果我一拿着盒子就感觉里面有东西从另一头滑到了我手指头，我就把盒子打开了，但是我一打开就愣住了，因为里面是一沓用纸袋绑好的100块钱。当时我也不知道咋想，立马蹲在地上开始点钱，一点完就彻底傻住了，因为里面不多不少，正好是1万块钱，一股凉气一下子就窜了上来，我本能的打了个哆嗦。我第一感觉这月饼盒子绝逼是老吴家弄到我门口的，而且还跟那个刚死的老吴太太有关系。我赶紧把钱放回了盒子里，他家因为还在守灵，门是开着的，我没敲门，端着盒子直接就进去了。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妇正好在厅里坐着，一看是我还有点惊讶，不过我也没客气，直接就问他俩，这盒子是你们放我门口的不？夫妻俩却全跟丈二和尚一样摸不着头脑的摇摇头。我就皱了下眉，又问那纸钱是不是你们给丢我门口的？他儿子就有点不高兴了，站起来问我啥纸钱啊？你说啥呢？我当时一看他这装逼的态度，我一下火就上来了，就把手里的月饼盒子往桌子上一摔，然后把我捡钱和门口压纸钱的事一股脑子都说了。其实我承认我也挺舍不得这1万块钱的，但我也不是傻逼，不知道里面有问题。当时老太太她儿子看到我就一脸将信将疑的打开了月饼盒子，我明显的感觉到他看到那一摞钱的时候眼睛冒光了。但是没等他说话呢，他媳妇开口了，老弟啊，这月饼盒子真不是我们放的，那纸钱也不是我们家的，我们家买的纸钱都在楼下烧了，而且我们前2天也没往你门口扔过钱。我却看着他有点不相信，真的？他使劲的点点头，但是我却看见他脑门上有细细的汗珠渗了出来，脸色也是变得异常的难看。不过她老公此刻却一个劲儿在底下拽她的胳膊，但是她却突然冲她老公大喊了一声：“你别拽我了，你还想贪这钱？你知道咱妈是咋死的不？”
她的话就像晴天霹雳一般，让我和她老公定在了原地，而她却只是深深的呼了口气，像看瘟神一样的看了眼桌上的那月饼盒子，然后便转身进了她家老太太的房间。等她再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摞薄薄的钱，然后把这钱往桌上一放，就对她男人说：“这钱就是咱妈前天晚上在她家门口捡的。”男人眼中也出现了一丝惊恐，我却使劲的咽了口唾沫，想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指了指桌上那摞薄薄的1000。女人再次点了点头，看着她那苍白的脸，冷汗唰的一下就从我的后背钻了出来，我感觉头皮隐隐的有些发麻。我知道有种恐惧是无法装出来的，而这个女人的眼中现在充满的就是这样的恐惧。你肯定难以相信，昨晚上我目睹了一起凶杀案，但警方却说我在撒谎，对面根本没有人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地板上厚厚的灰尘提醒着我，这里就是一个没人居住的空房间。李警官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又凑到了窗户旁边朝外面看了看。我跟你说了吧，这里根本没住人。我不自在的挠了挠头，怀疑自己昨天晚上看到的是不是幻觉，但是我隐约又觉得不是。昨天晚上是个暴雨夜，雷声阵阵。我从超市下班回来之后，很早就睡下了。半夜我起来上厕所，无意当中看到了对面的房间里亮着灯，窗户上是一对男女纠缠的身影，他们的行动被房间的灯光投影在了窗户上，像皮影戏一般。我最开始还以为是哪家夫妻办事，直到我看到那个男人拿着一个我看不出东西形状的物品砸到了女人的头上，然后他再也没有爬起来。我连忙报警，可警方来了之后却说我撒谎。那间房间他们去搜索过，根本就没人住，这太离谱了。好在路过的李警官走来，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他知道我的为人，帮我解释了几句，才避免了我被抓起来的命运。事后我们俩找了一个路边摊掉了2瓶啤酒和一堆烧烤。李警官制止了我喝酒的行为，你是不是又犯酒瘾了？我拿着酒杯的手一顿，是吗？是我喝多了产生的幻觉吗？我有酗酒的毛病，就因为这我老婆也和我离婚了。听说酗酒是有基因遗传的，我爸就因为酗酒失手杀了我妈，而我也没有逃过这个诅咒。人真的是个很奇怪的物种，我们最终都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我渐渐相信了那晚只是我喝多后产生的幻觉。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直到我被2个警察一眼严肃地带进了警察局，就是那种电视里演的那样。他们说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是那栋楼的女业主，而我变成了唯一的目击证人。我看着照片里女人的模样，女人被装在行李箱里蜷缩着，是钓鱼的发现了她。从事发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星期，尸体高度的腐烂，不过她的额头上还是很明显看得出有一处伤痕，跟我看到的那场凶杀案一模一样。只不过我颤颤巍巍地举起手里的照片，这不是死者，我确定我看到那个男人是用右手打了女人左侧的头，而这个伤口是在右边。这个女人一定不是那天我在窗子外面看到的那个影子，所以肯定还有一个死者。2个女人都死在了同一个雨夜。我居然出生在乱葬岗，听我爸说我出生的时候我妈差点憋死，1天1夜也没有把我生出来。村里所有的鸡鸭鹅狗猫都叫个不停，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出事。直到家里来了一个叫花子，像极了江湖骗子，手里拿着半瓶酒，醉醺醺的上我家来讨一口饭吃。我爸也是心软的人，就给了他一点剩菜剩饭。可是这个叫花子直接赖着不走了，这可把我爸气坏了，打算把他直接赶出去。叫花子笑哈哈的吃着东西，表示跟我有缘。走的时候留下了一道符，对我爸说道：“你儿子要是再不出生，怕是熬不过1个小时。如果你相信我，就带着你媳妇去乱葬岗。”我爸气得对他一顿骂。可我妈回过神说道：“孩子还没有出生，他怎么知道是儿子？”结果我妈不顾我爸的阻拦，自己去了我家附近的乱葬岗。乱葬岗以前埋的都是一些无名无姓的人，现在也早被改成了公墓。等到我爸找过来的时候，我妈正靠在一块墓碑前休息，公墓有人正在上坟，人家都是在哭。按正常来说，刚出生的孩子也应该哭，可根据我爸说，他看到我的时候，我正在我妈怀里笑，跟整个古墓的气氛完全是格格不入。当他发现我真是男孩后，感觉那叫花子不一般。等到我爸扶着我妈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俩却赫然发现，刚才靠着的墓碑上面主人的照片竟然跟那个乞丐一模一样，而他墓碑上刻着的死亡时间正好就是我的生日。